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正在办公室偷偷看猫咪影片，这时老板突然出现在你身后，你第一反应是不是赶快关掉分页？心跳加速，觉得自己在当薪水小偷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60秒的吸猫时间，其实正让你接下来的办公效率飙升44%，甚至可能救了你正在处理的那份重要合约，你会相信吗？这绝对不是懒人的借口，而是来自日本广岛大学一项震惊心理学界的严谨实验结果。今天，我们要揭开一个深藏在人类进化中的大脑外挂。为什么看这些毫无攻击力的可爱图片，竟然能瞬间开启大脑的子弹时间，让你的精准度达到巅峰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将会学到一套科学实证的吸猫实战协议，让你合法高效地在工作中开挂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关于可爱力量的专注力革命。大多数人认为，在荧幕上看那些毛茸茸的幼猫、幼犬，纯粹是在浪费时间。但2012年，日本广岛大学的入户野弘教授决定用科学数据打脸这种偏见。他招募了132位大学生，进行了一场极其严苛的专注力测试。这不是简单的问卷，而是一个类似手术台的精细操作游戏。玩家必须用镊子从狭小的孔洞中取出微小零件，一旦碰到边缘，警报就会响起。这考验的是大脑对肌肉的绝对控制和对细节的极度专注。实验的结果让所有人跌破了眼镜。在第一轮测试后，受试者被分成3组，分别观看幼年动物图片、成年动物图片以及美味的食物照片。结果显示，那些看了幼猫、幼犬图片的小组，在第2轮测试中的表现竟然提升了整整 44.9%。相比之下，看成年猫狗的小组只提升了 12%， 而看美食照片的小组进步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个数据传递了一个惊人的讯号，并非所有让人愉快的东西都能提升效率，唯独可爱拥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能瞬间重塑我们的大脑运作模式。为什么美食没用，可爱却能行？这背后隐藏着人类进化了数百万年的生存 bug， 心理学上称之为婴儿图式。早在1943年，诺贝尔奖得主劳伦兹就发现，所有被我们定义为可爱的生物都有共同特征：巨大的额头、圆滚滚的大眼睛，还有那种让人忍不住想捏一把的肉感。当这些特征撞击你的视网膜时，大脑中的照顾者系统会被瞬间点燃。这不仅仅是心理上的软化，而是一种生理上的精确校准。想象一下，在原始森林里，如果你面对一只脆弱的幼崽，你必须变得极度温柔、谨慎，大脑会自动调低你的动作幅度，提高你的感知敏锐度，以防不小心伤到它。这就是为什么看过猫片后，你在填写复杂的 Excel 表格或检查程式码漏洞时，会突然变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。你以为你在偷懒，实际上你是在利用进化的本能，帮你的大脑进入一种专注的子弹时间。但请注意，这种力量强大到甚至有点霸道。虽然它能让你变成细节控，但如果你的工作性质需要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这种可爱力量反而可能成为你的枷锁。而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正是这股力量鲜为人知的黑暗面，以及为什么创意工作者必须对猫咪保持警惕。虽然我们刚刚揭开了可爱图片如何让你变成细节控的神奇面纱，但这里有一个科学家没在标题告诉你的关键：这种专注力其实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面刃。如果你用错了地方，它不仅不会帮你，反而会让你的大脑陷入思维狭窄的困境。这背后涉及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心理学机制——专注力宽度的收窄。通常情况下，当我们感到快乐或放松时，大脑的注意力范围会扩大，
让我们变得更愿意探索和联想。但可爱触发的情绪完全不同，它带有一种强烈的想要靠近并仔细观察的冲动。这种冲动会强制大脑关闭广角镜头，切换成高倍率的显微镜模式。谁是受益者？如果你的任务是校对合约中细微的文字错误，核对复杂的财务报表，或是检查成千上万行程式码中的逻辑漏洞，那么恭喜你，这股力量就是你的最强外挂。谁该避开它？但如果你正准备参加一场需要天马行空的团队脑力激荡，制定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，或是构思一个全新的视觉设计方案，请务必远离那些可爱的猫咪，因为在那一刻，你的大脑需要的是扩散，而可爱却在逼你聚焦。除了调整专注力的焦距，科学家还发现，观看可爱图片能触发大脑的中脑边缘系统 Mesolimbic System。这个区域负责分泌多巴胺，它是我们大脑内部的奖励与动力引擎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因为长时间处理枯燥任务而感到大脑涣散、动力全无时，短暂的可爱刺激能像电击一样重新激活你的动力系统，为接下来的任务注入新的推进剂。所以，看猫片不只是为了好玩，它更像是一种精密的大脑重启程序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有些人吸猫之后效率翻倍，而有些人却一发不可收拾，滑手机滑到下班？这其中的分水岭就在于一套极其严格的执行协议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入最实用的部分，如何科学地将可爱力量部署到你的办公桌上。既然我们知道可爱图片是提升专注力的强效药，那药量与服用方法就至关重要。为什么很多人吸猫之后反而回不去工作？因为他们掉进了演算法的无尽黑洞。要想像顶级专业人士一样利用这股力量，你必须执行这套吸猫实战协议。首先是黄金120秒法则。研究显示，大脑被婴儿图式激活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，而这种强化的专注状态可以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所以，你不需要看一整场猫咪直播，最有效的方式是，在进入高难度、需要极度细心的任务前，给自己1到2分钟的时间，有意识地浏览5到10张幼年动物的静态图片或短片。记住，是幼年动物。成年的猫狗虽然疗愈，但它们触发的照顾者本能远不如幼崽强烈，效率提升的幅度会缩水将近4倍。其次，请把这些图片从你的手机相簿移出，放到你的工作环境中。你可以设定一个专门的专注资料夹，或者在电脑桌面的一角贴上一张可爱的小动物贴纸。当你感觉到精神涣散，眼前的数据开始模糊时，盯着它看60秒。这不是在分心，这是在进行大脑的精密校准。请记住，这套方法的精髓在于任务切换的仪式感。当你看完图片，深呼吸，闭上眼3秒钟，然后立刻点开那个你一直想拖延的复杂表单，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了。这就是可爱力量的真相。它不是小孩子的玩意，也不是薪水小偷的借口，它是人类进化史留给我们最精妙的生物外挂。它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为了走得更远，做得更准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咖啡因或自我鞭策，而是一点点柔软的、温暖的，能让我们大脑重新找回细节的力量。现在，你已经掌握了这项广岛大学秘而不宣的效率黑科技。下一次，当老板走过你身后，看到你在看有猫图片时，你可以自信地转过头告诉他：老板，别担心，我正在校准我的大脑，准备为你省下那44%的错误成本。不过，说到大脑的运作机制，除了可爱能让你变专注，其实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官刺激，能让你大脑的创意开关瞬间全开。而那种方法竟然和混乱有关，这部分我们下一支影片再深入探讨。现在，
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荧幕前的各位，在你的日常工作中，哪一个环节最让你头痛，最需要这种44%的精准度提升？是报税、写论文，还是抓 bug？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，让我们看看哪种职业最需要猫猫的拯救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用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，并把这支影片传给你那个最爱看猫片的朋友，告诉他，他其实是个潜在的效率天才。